中国的传统文化呀，有那么四个字儿，叫博大精深。尤其是传统哲学，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人处世呢，依然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传统哲学最为璀璨的时段呢，应该说是先秦诸子时段，就是春秋战国再靠前一点这个时期。其实这个时期不光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哲学思想比较喷薄欲出的这么个时期。你像与此同时呢，在印度，释迦牟尼诞生；在古希腊呢，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世界哲学文化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么，当时中国出现的诸位哲学大家，比方说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等等等，我们出现了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那么这些思想一直支撑着中华文明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在世界上都是最发达的。但是呢，时间呢走到现在呢，很多人认为啊，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了蓝色文明时期。那么中国传统那一套啊，已经都过时了 ，out 了，不能够与时俱进了。就如果再从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汲取什么养料呢，可能就不合时宜了。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举个例子吧。老子在《道德经》里有句话，叫“知足常乐”。这句话可能我们身边绝大多数人都熟悉。就什么事你要知足啊，你才能够快乐。你要不知足呢，烦恼就多了。这句话现在有很多人就不认同，说这话你等于是让人懒惰的。现在这个时代，信息更迭多快呀！如果你什么事知足的话，你能跟得上别人的脚步吗？你这一停，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就跑到你前面去了。就像有人告诉你要淡泊名利，那你得有名有利，你没名没利，让你淡泊名利，不害你吗？所以很多人认为老子这话不能听他的，那磨磨叨叨就别听他的，对我们是有害的。那么是不是这样？您刚才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就一个竞争的时代，我们不应该满足，要勇于进取。但是你得知道知足常乐这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说继承传统文化只是简单的图解了传统文化，他不知道这话啥意思。有人说你知足常乐，那不就是你得知足，别进取了你才能快乐吗？原本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以偏概全。他原话是什么呢？原话叫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恒足也。你听说太拗口了，我给你解释解释。就说人的这个罪过啊，没有比这个要求不正当的欲望更大的。人犯的一些呢过错呢，往往都起源自你想要得到你不该得到的东西。你出了祸事，闯了祸了，经常呢和你不知足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呢，你知道哪个边界我该停下来了。说这个事儿是老子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西周时期最后一个王，那时候不叫皇上嘛，秦始皇是第一个皇上，最后一个王，他的名字呢，他姓姬，西周嘛，女字搁个臣字是姬，他叫姬公生这个人。我说姬公生你可能不知道，但我说另外一个他死后的一个号你都知道，周幽王，这很多人都知道。你记住这个皇帝呢和王呢，后辈给的号要什么文王、武王啊，这都是好的。幽王、厉王、献帝、灵帝，这都不好的。所以这周幽王等于后辈人对他评价很低。他在他执政时期呢，大周这是西周，都城在镐京。我们都是历史分东周西周，就因为这个周幽王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使西周直接衰落，变成了东周，然后春秋五霸四起，大周天下就没了。他在位时呢，本来呢大周的军事实力很强，基础雄厚，分封诸侯，那是四海同亲的这么一个王朝。
而且当时呢，周幽王呢还派兵攻打一些小国，攻打到了一个保国，保呢就保扁的保，攻打了这个国家，这个扛不住啊，投降了。投降了呢，怕这个周幽王赶尽杀绝，然后给你献点东西，献上个大美女。这美女叫什么？叫姒，女字旁搁一个相似的似。结果坏事就坏事到他身上。你看，把她献给周幽王了。这个女孩啊，是真漂亮，可能是童年也不太幸福，没准父母也不和谐，家庭生活啊，再加上自个儿被当作礼品献给这个王爷，那他心里不开心，也有可能这孩子有抑郁症，反正是进了这个周幽王宫里，天天脸冷着，眉头皱着，一脸苦相，有时候哭哭啼啼。你照理说周幽王富有四海，权力这么大了，那这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女孩不有的是吗？但是这个时候周幽王就较上劲了。就这个男人呢，他一旦掌握着权力，他的征服欲会特别强。他这个征服欲上来，就什么人都得听我的，四海之内都是我的。你一个小女子怎么着？说不乐，把他杀了吧，那不算能耐。我灭了你很容易，我是无所不能的，我灭了你显得我没本事，而且长得挺漂亮，我还喜欢你，怎么你不乐吗？我非让你乐不可。这时候周幽王这个征服欲就膨胀，想往前再跨一步。后来呢，有一个宠臣给周幽王出主意，大王他不乐是为啥？你这场面太小，都小打小闹，大场面他就乐了。那找谁弄大场面呢？那张艺谋能弄大场面？那不行啊，几千年以后才出生的。说那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那个时候呢，西周啊，外围有烽火台。烽火台是干嘛的呢？就是每到边疆告急，因为西周在现在陕西这一带呢，往外就西北少数民族。那时候西北少数民族有个歧视性称呼叫犬戎，说这犬戎经常啊游牧民族来骚扰农耕民族。那怎么报警呢？他只要兵一打到都城边界，在这个城郊这有个烽火台，烽火台我把这火点起来，黑烟往上冲，后来都搁狼粪当做燃料，所以烽烟四起也有个说法叫狼烟四起，就从这儿来的。这个黑烟起来，再隔50里100里左右，人家那边有人看到，哎呦，烟起来了，这儿也有个烽火台，我再点，就这样50里100里100里以这个单位往外面传，传到很远的地方，一看狼烟起来了，咱赶紧来援救都城了。所以诸侯就带自己的星夜赶奔都城来救驾了。说这玩意儿干嘛用呢？你把这个烽火台点起来，然后这不远处的这兵将就都得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是不是犬戎来犯了？这时候大王您在和宝寺站在城楼上往下看，那底下人都跟没头苍蝇似的，乱七八糟的。哎，这大场面好，就这不作死吗？就这么着一点起烽烟来，这50里100里往下传，周围这些诸侯一看，一听着这信儿，有的呢正喝酒呢，把酒杯一扔，有的在被窝里躺着呢，赶紧起来，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给我就赶紧过来。大老远赶过来了，那可是10几万的兵马都凑到都城底下。到了这儿来了，一看也没有敌人啊，大王点烽火干嘛呀？找我们呢？底下人跟没头苍蝇似的。那位说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今儿早来的。你这哟，靴子都穿反，可不是吗？从被窝里起来的。哎呦，我还不如你呢，我这个裤衩都没穿的啊！你乱成一团，你问我，我问你，没头苍蝇是乱撞啊。这时候城楼顶这宝四一看底下人这样，挺开心，呵呵，不哧他乐了。周王一看，哎呀，我的爱妃乐了，他的征服欲得到满足了。可这一下他没想到后患无穷。这咱都知道狼来了的故事，你这回点起烽烟来，人家来没事，你下回再点，人不信了。不长时间犬戎真来犯了，坏了，
一点起烽烟来，很多诸侯有的逗我们玩呢，他为了逗他那娘们乐，他就让我们去，不去了。有的将信将疑，来了是来了，道上慢了，他怀疑呀，有没有这事儿？让探马先打探打探，别我又跑了，白去了。结果等这些人赶到镐京的时候，犬戎攻破镐京，把京城洗劫一空。虽然最后大周朝没被灭了，接上来的周平王呢，也不能再在这个镐京这为帝了，迁都东迁到洛阳。所以这历史上分西周东周，到了东周这时代可跟西周比不了了。你这么一闹，你在诸侯面前失信了，再加上各地诸侯啊自己的势力逐渐起来了，所以你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变成什么？东周那皇帝是名义上皇帝，谁都可以藐视他，这根儿是谁种下来的？那不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吗？他为什么烽火戏诸侯啊？征服欲太强了，什么事不顺心都不行，所有的事都得顺着我来，他根本就不知足。如果他富有四海，他真做到这种地步的话，你一个保司乐不乐能怎么的？无关乎社稷，不行我看你不顺眼，把你撵回去，把你杀了都行。他没干，他就是觉得谁都该听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人到这程度就要出事儿了。所以西哲有一句话嘛，上帝想让人灭亡，先叫人疯狂。当然我说这个呢，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咱没那么贪心，那日子过好了，这假如我这有个房子车就可以了，孩子考不错大学，这媳妇对我不错，那我肯定就知足了。哎，咱说这个不在这个范畴，因为知足常乐除了对一些大人物来讲他应该控制自己欲望以外，对我们普通人最关键的是你怎么能让自己把心里那道坎儿过去。什么意思呢？咱们普通人里头有好多人是个完美主义者，就这事如果不做到完美，心里不行了，过不去这道坎儿了。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不知足。如果你做不到知足常乐的话，你总觉得我干的事一定要完美，往往你就会因为完美这一小点把整个的事都耽误。你看咱们看《西游记》知道，唐僧就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个完美主义者在9981难之后呢，差点就得抑郁症。咱都知道这个西天取经要给人家那两个尊者一点人事，把那个紫金钵盂给他了，人家把经书给你了，这才取到真经。他们就往回走，正走到半道上呢，这边如来佛祖呢，观音菩萨，观音大师说，佛祖，唐僧师徒经历多少难，说这么来的时候过通天河呢，有个老王八老龟驮着他们过去。这老龟跟唐僧说，我没别的意思，您呢取经到西天碰到如来佛祖，跟佛祖说，我在这儿待多少年了，我什么时候能赎完罪让我重返天河，你告诉我。唐僧说没问题，小事一点，我答应你。结果他在佛祖那儿一取经乐天线了，忘这事儿了。回过头过通天河，这老王八接着驮师徒四人过去，驮到半道上，整个王八翻个，师徒四人咚咚咚跟下饺子似的，掉到河里了。掉到河里不要紧，可驮着经书呢，这经书全湿了，所以走到岸上，衣服拧干，得把经书摊开，一页一页晒。晒那块石头，后来写晒经石3个字。那晒完这个经书整理的时候出个小问题，你湿了再晒保不齐手高手低手重手轻，有一页经书啊，这几个地方破损，有那么个3、5行字看不清楚。哎呦，把这唐僧心疼的。孙悟空劝他，西天取经啊，9981难，世上就无十全十美功德圆满的事儿，总要有点瑕疵。丢这3、5行字和这么大一堆经书比，9牛之1毛啊！而且你就这3、5行字不丢，师傅，穷你一生回去，你想把这些经书都看完，可能吗？你也得有所取舍。所以没这3、5行字，这老天爷给你开道口，咱们谁都不完美，世上就没有完美，任何完美的事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
唐僧一听心里挺舒服，这坎儿算过去了。其实你琢磨琢磨着，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这样，一点小事上没圆满，哎呦急的，心里头这个别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雷霆，这点小事把别的大事都耽误。所以说这知足常乐对于大人物来说，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对小人物来说，不要做那种斤斤计较的完美主义者，这样往往会因小失大。那么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讲，知足常乐呢，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能得到的时候我进去，一看这事儿我真就得不到了，你得有点阿 Q 精神，无所谓。为什么你得不到时你硬争取，不自己跟自己找病吗？其实知足常乐这4个字说的是什么道理？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人生在世，这我个人的体会，如果你不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你什么都做不成。人肯定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生在天地之间，总有各种欲望。但是这个欲望膨胀的时候，你要不把它拉回来，这个人生的苦恼也多，还容易给你带来祸患。所以知足常乐这4个字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尤其是超出自己能力的不合理的欲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的生存空间呢，可以说你看起来宽阔，其实很狭窄。照理说，你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咱们应该把这个平常干的事儿效率提高，快马加鞭往前赶。可是就偏偏是现代人出现了和这个效率至上年代完全不吻合的一些习惯。什么习惯呢？拖延症。说这拖延症为什么是现代人有人说是不治之症呢？咱今天给大伙结合咱们现在电视机前这些观众朋友你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咱说这拖延症是怎么回事。我先举个拖延症典型的例子，比方说早晨到公司上班，这个面对着电脑，早上来了这开会，领导开会，这躲不开的，一开到10点，领导给布置任务了，说老梁，你下午4点前我要看你拿一个策划案出来，某某活动策划案。我坐在办公桌上琢磨，哎呀，下午4点，看表10点，早上不着急不着急，看看新闻吧。一看新闻坏了，怎么着？谢霆锋王菲复合，这俩人又凑一块儿去了，这就来兴趣了。在网上这些八卦新闻就没头了，这一扒1个多小时过去了。再一看表11点半了，这别想这事儿了，我好好闭着眼睛琢磨琢磨这策划案怎么弄。还没琢磨明白呢，12点要下班了，中午休息，朋友来找你了，一吃饭，吃完饭一看这个周围这个大街上挺繁华，咱逛逛街买买衣服，看看这看看那个。到下午1点半回来了，回来一看自己桌子上这怎么这么乱呢？拾掇完一看电脑上这桌面乱七八糟的，再归置，再这一归置可2点了。想吧，想这策划，想着想着，突然间手机呢铃声响了，哪个朋友打了电话了，晚上咱卡拉 OK 去还是烤羊肉串去？你争论卡拉 OK 没意思，我这2天嗓子不得劲，羊肉串那乌烟瘴气，都说那是死猫肉整的。一会儿功夫又过去了，好不容易将近3点钟了，沉下心来，左想右想，这策划案也不成熟，得了，我先拿个提纲出来，反正你给老板拿个提纲，老板也得问你这怎么回事，你先跟他说思路吗？老板您看我提纲行，我再把它续上肉，我再给您也行。就这么嘁哩咔嚓在4点前把提纲拿出来了，交到老板那儿，回头还自鸣得意，你看本来这一天干的事我这么会儿功夫就能干完，我就这效率的话不得有多出多少功夫玩去，多少功夫吃喝去，还有一种完成任务之后的小轻松，他觉得自个儿挺得意。我不知道我举这例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有人说，哎呀这不说我呢吗？哎呀这不说我哥呢吗？这不说我妹呢吗？肯定有这样人，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
那么说这个拖延症是怎么来的？先别扇自个儿嘴巴，咱们老祖宗拖延症就有基因。怎么个基因呢？中国是个农耕文明的社会，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井而饮，耕田而食。农业社会说白了就是早晨起来吃早饭，完了种地，中午回家吃中午饭，下午种地，晚上吃完饭愣一会儿，邦当睡觉，3个宝1个倒，这叫。就咱农耕文明的特点呢，是以自然规律为作息习惯的，日出日落，24节气啊，春天干什么，夏天干什么，秋天干什么，冬天干什么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它是有规律的。它既然有规律，到点就是这个事儿，那你还着啥急呀？咱们有的说不知道火车站几点车开，我得早点去看时刻表。我要知道了，我还着什么急呀？8点火车开，那我7点半到上就行呗，检票上车了。所以农耕文明就是这个特点，它有规律。一有规律呢，你就想我这何必呢？我着什么急呀？早一会儿晚一会儿，不这都能来吗？所以农耕文明就有拖延症的基因。所以咱们封建社会，你看很多人就有这拖延症，不着急，而且还被包装成文人呐，享受自然时光，享受人生时光。西游记里还有拖延症，西游记里每一个妖精全有拖延症。为什么？把唐僧抓住了不是这个，一看门口孙猴子来霸阵来了，好，待我把那猴头拿下，回头一起再吃唐僧肉。但凡有一个妖精不拖延的，逮着唐僧就吃了，那9981难就没有了，西天取经早就拉倒了。哪个妖精都有拖延症，但是这拖延症据说是如来佛祖安排的，没办法的人。连老外都有这问题。不有那么个故事吗？一个这个富商到码头看，有一个船夫穿的破破烂烂躺着晒太阳，说你一月能挣多少钱？我挣的很少。说那你怎么不干活呢？你赶紧这该打鱼打鱼，该出海出海呀。这船夫说我打鱼为什么？挣钱呢？挣钱为什么呢？富商说那挣钱你就娶好媳妇儿，住大房子，开好车呀。他说你这个挣这么多钱，房子也有车有，你还干嘛？那我就可以很悠闲了，啥也不用干了，躺着晒太阳。那你看我现在干啥呢？你看老外也有这拖延症。其实这个看起来是很多人说我追求自然，享受自然，其实是给自己拖延症找借口的。所以我说这拖延症呢，自古及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那么拖延症是怎么诞生的？什么原因造成？它有2种情况造成拖延症。头一个呢是完美主义情节，就是这事儿啊，我要不是135、246都把它置办齐了，我不动手。这个完美主义拖延症的典型呢，老外有个典型，这个人叫乔治·麦克莱伦，是美国一个少将，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他是北方的一个少将。这不南北战争因为废奴问题打仗吗？这个麦克莱伦呢，由于他自己在西点军校学习的时候就很优秀，他还发明了一套呢整个的这个全军的后勤系统，怎么供给呀排兵布阵什么的，所以他声望很高。他当时组织了一个波托马克军团，那是扬威美国，所以后来他成了北方军队的总司令。但是这个麦克莱伦呢是扎实的学院派理论派，所以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就说我这行军打仗，我如果没有十足把握，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我不动手。可是这个你看起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我们知道打仗啊是瞬息万变的，就形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要怎么叫兵贵神速呢？速度是第一位的。他就常常因为这个完美，我不着急，我等一阵，错过很多时机。甚至在1862年的关键的安提泰一战，这个北方军队2倍于南方军队实力，完全可以围攻全歼对方。结果他犹豫，他觉得时机不成熟，再等等，南方军队跑了。结果这战争一直拖到1865年。咱们也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是一直到1865年才结束，那是耗费了美国巨大的国力，
而且南北战争期间死亡的人数是美国后来参加所有世界战争死亡人数总和还得乘以3，就损耗太巨大了。林肯最后说嘛，说如果是这个麦克莱伦将军不珍惜眼前的时机，那我们可以把军队借给别人，你就别带了。所以这是个拖延症典型。咱再举正面例子，跟他相反的，咱们辽沈战役期间，当时呢是在黑山大武山一线呢阻击廖耀湘军团，然后在锦州这呢围攻范运杰军团。当时阻击也成功，围攻也成功，把锦州打下来。但是打锦州，四野的伤亡非常大。这个时候在沈阳驻守着呢，国民党一个军区的司令员韦立煌，韦立煌就断定四野打锦州打得这么辛苦，绝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就直接打沈阳来。他为啥？他是伤亡太大。但他没想到的是呢，四野辽沈战役就刚刚就是打锦州过去3天，兵临城下，干到沈阳了。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准备，迅雷不及掩耳把沈阳就拿下了。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四野打完了呢，就地补给的挺多，因为当时很多其他部队来补充四野兵力。另外有一点，战争是打乱套了都，这边打那边打，最后打的你是这个团，他是那个营，根本就分不清楚了。那么四野采用什么办法呢？不要追求那个军形整齐啊，你是我的兵，你了解这个营那个营我们怎么分工，不用那个。你这打完了之后，你这个团长是不是在？说你那团长不牺牲了吗？那好，就以你这个团长为大，你号令开始集结，旁边的这些团长死了那个团，哗都到这个团来。等到一个团满了，剩下的人再到那个团去，然后底下也是营、连、排、班都按这个建制。你这班打散了，那有个班长招呼你，你就赶紧过去，凑够11个人一个班，行了拉倒，再到那个班。就很短时间之内，部队完成了整合集结，然后向沈阳开进。结果3天以内，沈阳拿下。就这就是不拖延好处。如果这个时候四野的指战员说，那咱别着急，咱打胜仗了吗？休整休整，等到这个军容整齐了，我们再进发沈阳。反正锦州的南大门已经关上了，关门打狗吧。你要那么等，那就没头了。你包括最后兵困长春，那双方都有准备前提下，那是一直困到长春的守将郑洞国带兵弹尽粮绝了才投降。就是你要等对方有准备了，那往往你这个时间就长了。所以说这个兵贵神速，这是不拖延一个典型的正面例子。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就是第一类拖延症来自于这个人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想把所有事都弄好弄齐了。第二个来源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就他是兴趣高度分散。你比较典型的，比方说今天要写篇东西，或者写个总结，早上起来说不着急，我拿起笔来，或者在电脑上敲着敲着，哎呀，听听歌吧，在电脑放一歌听一会儿，听听歌一看，手机拿起来刷刷朋友圈吧，再看看，那时候有薯片呢，吃2片薯片吧。我这脸怎么这么别扭？敷敷面膜吗？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他为啥？他该干的事儿吧，他兴趣不集中。他过一会儿兴趣转移，转移这儿，转移那儿，转移这儿，转移那儿，一会儿正事就耽误了。因为人的注意力啊，有人统计过，说最集中注意力也就25分钟。你看为什么咱们课堂上这老师、教师心理学都讲，45分钟一堂课，上到25分钟，老师就得舒缓一下。我印象非常深，我小学我是直接上小学2年级，跳级等于全班同学哪个都比我大2、3岁，我是班级里最小的。当时我们老师采用什么办法呢？我可以听20分钟课呢，放我到操场上跑一圈玩去，因为我比他们都小，注意力更加无法集中。我认为这是很科学的教学方法。就即使这25分钟集中时间，也得有20分钟左右集中到你感兴趣的事儿。
真正正事上你可能5分钟都不到。结果正是由于兴趣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最终导致很多伟大的天才啊，他的成就就埋没了。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匠达芬奇。达芬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你说得出的画家、作家、天文学家、植物学家、这个物理学家、化学学家、雕塑家，就是反正你能说得出的专家，基本他身上都有。他是第一个设计人形机器人的人，第一个呢描绘母体里头子宫里边胎儿的人，第一个发现阑尾的人。至于说什么蛋怎么立到桌子上，又画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呢，那都是细枝末节的能耐。就这个人简直太全面了，有很多伟大天才的想法是在他头脑诞生。可是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他的很多成果没转化出来？你像达芬奇留下6000多页手稿，很多人是整理草稿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他还有这发明，他还有这个东西。其实他当时只要往前再完善那么一小步，很可能这成就就会影响人类历史，他能够拥有诸多影响人类历史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一提达芬奇，很多人就想到无非就是人体解剖，再不就是蒙娜丽莎。那蒙娜丽莎都拖得够呛，人家说好3月要这个画稿，他拖了4年。最后的晚餐说好2月要稿，他拖了3年。要不是客户催得紧，他要着急挣钱，可能这画作都完成不了。为啥？达芬奇是个兴趣高度分散的人，就他很难集中起来干一件事。要早上起来决定，我今儿研究人体解剖学，我把它画下来，画着人体骨骼，画着画着外头小鸟鸣叫，往下一看，小鸟呢吃树上结那果实。哎，这果为什么鸟愿意吃呢？这果糖分怎么来的呢？啊，早晚温差大，积温多，糖分就高。他研究植物学去了。转过身中午吃饭呢，吃肚子不舒服，我这总疼，是不是我说阑尾那地方？阑尾怎么事？我得琢磨琢磨。一进屋一看呢，仆人过来了，老爷，我给你整好鸡蛋了。这怪了啊，这鸡蛋怎么在桌上立不住？你看他又转这儿去了。他一天他脑袋100多个想法，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这儿那儿，他自己都多哀叹，说我究竟能完成什么事儿？他写日记里说自责，说我今天这事又没干完，我又去干别的事去，我自己到底能完成一个什么事？他对自己都含糊。所以达芬奇好多的成就，如果今天我们从头来琢磨的话，他的成就大了去了。就是他只要肯坚持下来，往前再迈一步，他好多东西就成型了。就很多所谓的这个发明那个发明，其实都是达芬奇最先发明的。所以这就是啥？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拖延症，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非常常见。那么我们说了这2种常见的拖延症，很多人都说那这拖延症咱觉得这是个毛病，咱怎么办呢？其实治拖延症啊，你得有非常强大的毅力。这个法国有作家雨果，雨果就是个拖延症，他也是兴趣分散型的。就是比方说在家要写作，今天《悲惨世界》写到中段了啊，他得认真写了。刚写2笔，一想，今天我那位朋友说整个发誓到郊外烤羊肉串去。当然法国有没有羊肉串另说着啊，这挺好。哎呀，一想这事坐不住了，心跟长草似的，把外衣穿上，走，烤羊肉串，下午我再写。1天功夫打出去。他怎么治拖延症呢？他告诉自己的仆人，我早晨起来呀，我坐那写作，我光着身子，你把我所有衣服都锁起来，完你就走。我总不能光着屁股出门吧？所以就强逼着我在家里头埋头写作1天。哎，就这么着，悲惨世界什么93年呢，这些大作才出台。能干这样事儿的人都是有极强毅力的，咱们普通人毅力没那么强。你也有写论文、毕业论文，有的人是什么呢？老早就准备，认认真真的；有的人是最后突击，他最后突击又跟别人讨论呢，又多在网上抄点东西，反正他论文看起来比别人好，他高兴。你看看，我这玩意儿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歇着怎么了？我以后我总有这效率，那我一辈子吃喝玩乐，我还能干大事。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自我麻醉。你在这个世上想干成点事儿，你记住一点，你要不是从头到尾的始终努力，你干不成事儿。你看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世界上聪明人和笨人，有个人天赋好，有人天赋差。可是聪明人和笨人，你最后算算谁能成功呢？各半。有人说干事得天分，有的笨人没天分，人家笨鸟先飞，扎扎实实的。所以这就是聪明人和笨人，谁能真正的解决笨鸟先飞的问题，谁能真正的解决潜意识里的拖延症，谁就有可能更进一步的走向成功。所以就是说，大家认为这种拖延症啊，不是说你这个我个毛病，我说改就能改。有时候拖延症是来自骨子里的，能否正确对待拖延症并且克服它，是你走向成功必须要迈过的一道门槛。